燕雀跃云霞，辽远知骏马。楼台烟雨落衣襟甲，月下风中花。苍穹何时华？明月照谁家？庭院清风休吹呀，借人心头话。爱似歌，情如花，梦落在我钗头花。那问天涯，月逐家，谁让红袖惹天下。麦吉黎邀您观看烟云台，要家国天下，也要闪耀秀发。麦吉黎控油去屑系列，平衡油脂，实力去屑。搜索麦吉丽，焕活头皮年轻力。订酒店就同城，打开微信支付就能订的同城旅行，邀您收看烟云台。只想一眨眼，就看见药师奴长大的样子，10岁、20岁。娘娘自然会看到的。胡烈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你去喊乳娘，让她来把药师奴抱走。我想一个人亲一亲。娘娘，你这……去吧。薄海妃，娘娘，娘太后，对不起，我是个软弱无能的女人。主上去了，我也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力量。我不忍他独自一人走在路上，我要过去陪他了。最对不起的，就是我的药师奴。我不是个好母亲，我爱他的父亲，比爱他更多。我没有爱他和抚养他的力气了。太后，你是一个有力量的母亲，药师奴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我想，主上也会放心的。对不起，我走了，我把所有的责任都交给你了。我知道，你会比我更好的抚育和爱护这个孩子。你的恩情，玉箫只好来世再报了。从大王走了以后，王妃就日日守在大王的灵柩前。皇太妃，你快劝劝她吧。
我来给西隐和琉璃兽上香。如今整个大辽都在为明乙的葬礼忙碌，也就只有你还记得来给他们俩上香。乌古里，其实燕燕也牵挂着你，只是龙绪年幼，朝中大小事务都离不开他这个太后。他忙完这段时间会来看你的。琉璃兽的事，他也没想到，却你极爱。他没想到，她是摄政皇后，不是她的默许，谁敢伤西隐和琉璃兽？你误会了，是燕燕让我带你去劝降琉璃兽，她也叮嘱了，要留他们父子性命。这是她告诉你的？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她这个太后了。乌古里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都是亲姐妹，她也是有孩子的人，她为什么会伤害你的孩子呢？是啊，她也是有孩子的人，她有那么多孩子，每一个都安然无恙，还能继承大统。可我呢，我就只有一个琉璃兽，只有一个。这世上只有我们三姐妹相依为命了，你不要恨她，不要恨她。我和萧燕燕姐妹情断。吁！阿果，这马车里坐的是不是赵王妃啊？我没眼花吧？你没看错，我看到的也是她。大半夜的，坐这么不起眼的小车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有古怪，走，走，去。吁！海兰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我从宫里出来采买东西，你在这干嘛？哦，刚才我……哎，怎么不见了？什么不见了？你就别装了，你是不是故意在这拦我呢？哎，误会误会，刚才啊，我刚看见乌古里王妃坐着一个小马车从这儿经过了，所以胡说八道！我姑母怎么可能大半夜在这儿？耶律斜轸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不要四处托人说相了。我萧海兰是绝对不会看上你这种浪荡公子的。哎，算了，解释不清了，我证明给你看。走，去。哎，大王，去。哎，我就不跟你去了啊！你在这等我。去。大王，赵王妃求见。谁？太后的姐姐乌古里，已故赵王的夫人。这么晚了，她来做什么？难道是替她妹妹来嘲笑我的吗？那大王
是见还是不见？见，堂堂大辽亲王，还怕他个娘们儿不成？看来大王这段日子过得颇为不顺呢，竟需要借酒消愁。哼，本王在自己家里喝酒，太后也要管吗？我是李胡皇太叔的儿媳，是赵王的王妃，与太后何干呢？那么，王妃今晚找我，有何指教啊？指教不敢当，只是听说，大王在焦山上曾经说过几句公道话，如今却被挤兑的全无立足之地。想起先夫在世时，也曾是一样的郁郁不得志。所以我这魏王人便过来看看。那日本王在焦山上只是一时不慎，失言了。王妃若是替太后来问罪，那明日本王就上一道请罪的折子。我诚心诚意的来，大王却言辞躲闪。哼，既然大王已经服软，到乌谷里这趟就当是白来了。告辞。王妃，你真的以为我在焦山上说的那些话还有些道理？皇位上坐的可是你的亲外甥。亲外甥，他可未必把我当作是亲姨母。大王觉得我为何不支持你呢？赵王若是活着，必是宗室主王之首，众人公推的新君人选呐。所以有些人便容不得他活到那时。咱们又不是男人，非得父死子继的。太祖太宗留下的规矩，太祖系三支，可是都有资格继承大统的。如今皇太叔这一脉和太宗皇帝那一脉都绝嗣了，可你们几位皇叔都在，皇叔们的子孙也在，哪里轮得到一个懵懂幼童为帝呢？在焦山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奈何龙须有皮氏君精锐拥戴，我等比不过他呀。此一时，彼一时啊！焦山上他们突然发难，大王自然措手不及。如今回了上京，我王府的精兵是很支持大王的。本王原以为自己孤立无援，看来这公道始终在人心呐。王妃说的对，我耶律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一个孩子来做主。既然太后那边好好的劝诫不听，那只能兵谏。5院部、6院部的兵马都在各部族手中，有你们几位年长的亲王出面，难道还奈何不得一个小孩子？话虽如此，但太后始终掌握着皮氏君的精锐，我等也是无可奈何呀。我们王府已经没有了血脉传承，如今我能有什么作为？只要你肯许给我一个承诺，我便将李胡一系的宫位拱手送上。王妃此话当真？我又不想做大王，要这宫位有何用啊？
本王再考虑考虑。去。耶律血枕，耶律血枕，耶律血枕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看，你就是想带着我逛大街，还拿我姑母来当借口。你看。王妃，慢走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那可是李胡留下来的宫位啊，太祖皇帝的3个儿子当中唯一没有被分拆削弱过的宫位。现在是他来求我早日兵谏，我自然不能轻易答应。当务之急，把李胡的宫位瓜分了，再论其他。他们刚刚在说什么？太远了，没听清。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怎么会呢？乌古里姑母平时都待在家里，也很少涉及朝政，与蜀王更是毫无交情。事情紧急，寒兰姑娘，你回宫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禀报给太后，听明白了吗？我脸怎么了？你老看着我脸干嘛？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就是看你平时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认真起来，还挺像个南院大王的。我本来就是南院大王，好不好？那用得着像吗？照顾家人就得给他们最好的。天凉了，给爸爸买件羊绒衫，料子超软；再给姐妹们挑件羽绒服，牌子好的才够暖。给家人的、自己穿的，我都在唯品会买，品牌特卖就是超值。上唯品会搜燕云台，100元也能买大牌。夫人，姬王妃来访，正在大厅等你。他来做什么？赵王妃，回来了。季王妃，我知道你为何而来。赵王妃，我也知道你为何此时出去。看来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我们本来都是相夫教子，一心求个清静，想要过好自己日子的小女人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藤里天神却让我们承受这样的丧夫丧子之痛。有人毁了我们的家，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这世道太过不公。说得好。我要是有你那样的出身，像你一样受我太祖系1/3的宫位，我可不会安分。吴国里，你们姐妹从小到大都是旁人羡慕的对象，哪怕到了如今这个境地，我都还是羡慕你。你手中所掌的兵权，足够说服诸王为你所用，把这个上京城掀个底朝天。你监视我？我何必监视你？只是事情从上京传到幽州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做。
吴国里，其实我们是同一种人，以父为天，夫死从子。只是，如今这个世上，再也没有值得我们牵挂的了。即便如此，你又有什么资格与我谈合作呀？你今晚跟蜀王谈得不顺利吧？与你何干？别这么急躁，这样是很难成事的。蜀王此人见利忘义，吴王呢，贪财好色，平王偏听小妾之言。你要想说服这些人为你所用，就得对症下药。吴国里，我可以帮你说服他们。如果我们两个结盟，那就多一份胜算，不是吗？好。太后宣臣觐见，可是有急事？海兰同朕说，昨夜看到二姐夜访蜀王，今日上朝，蜀王等人就趁机发难。这件事情，你怎么看？赵王妃虽心怀怨念，但是以她一己之力，兴许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。倘若串联诸王图谋皇位，那就不得不防。如果不小心防备，很难保证不会再现当年的响谷山之变。先帝虽竭力分化，但大辽的兵制在哪儿？如果诸王联合起各部族长，齐力发难，我们也是四面楚歌。就算勉强压制住了，对大辽也是元气大伤啊。所以，我们需分清轻重，挨个打压。臣还想请太后下诏，禁止上京内所有人等私下聚会以及夜行，断绝诸王之间的来往。如今，依然能够兴得起风浪的，不过三人：蜀王、平王，还有吴王。此三人曾经都离皇位最近，而且也都起过贪念，但此三人被囚禁多年，志气已丧，徒有野心，却没有行动力。这三人虽成事不足，却败事有余。我们需谨防此三人联手，否则后患无穷啊！依你之见呢？这三人年事已高，个个贪恋荣华，且子孙甚繁。依臣之见，只要太后与主上逐一登门，恩威并施，击垮他们的勇气，足以让他们不敢再起谋逆之心。好，那就依你之言。娘娘，主上来了。母后，臣参见主上。韩大人。龙旭，你父皇生前将你托付给韩大人，以后他会辅佐你处理政务，教你治国方略。自此之后呢，他就是你的相父，你要像敬重自己的父皇一样敬重他，知道吗？孩儿明白。拜见相父，请相父莫怪龙须愚钝，多多教诲。臣不能受此大礼，还请主上快快请起。这是先帝的遗命。臣谢过太后，谢过主上。主上放心，日后万事都由臣来担着。参见太后，参见主上。平身。谢太后。王叔如今儿孙满堂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哎，可惜臣早年被穆宗拘禁，朝不保夕，生活困顿，子孙受此牵连，多不成才呀。
那个时候确实人人自危，现如今都好了，谁都不想再回到那个时候。打从太宗皇帝到先皇，每一次的朝局动荡，都是一次大辽的内耗。其实这又何必呢？投生到耶律家，本就是龙孙凤子，何必为了再进一步而丢了性命？回想当年，先帝刚刚继位，坚持以仁德施政，诸王被释放，重得王位，总好过被穆宗拘禁的时候啊。其实，先帝的仁政德治，是希望大辽少一些内耗，才能凝聚更多的力量，发展国力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朕看着你这些个儿孙，个个有模有样，不如招入宫中，来陪主上读书如何？可以进宫下去。只是他们几个愚钝无能，恐怕不堪重用啊。怎么会呢？他们的血统已经注定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。多来宫中走走，多与主上熟悉熟悉，将来君臣之间也好说话。是呀，王叔祖，你就不要再拒绝母后了。是，主上。谢太后。朕还盼着你们将来好好帮衬主上呢。都平身吧。谢太后。大王，太后和主上对咱们家施了这么多的恩德，那件事我看就算了吧。我已是老朽，争来争去，还不都是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？就是为了子孙后代，咱们才不应该去争啊。这件事现在能不能成，连一半的把握都没有。就算是成了，吴王、平王他们能拱手相让这个皇位吗？就算以后真的赢了，之后又该让谁继位啊？老大虽居长，老二却心思缜密，老三呢又是最要强的。你说若是他们争起来，我们这都苦了一辈子了，临老了，你还要我看着他们自相残杀吗？哎，你别哭啊，这个事儿还没个影呢，你哭什么哭啊？真若是没影的事儿，那你这是在折腾什么呀？孩子自小就被囚禁了起来，到了先帝继位才有了舒心的日子。其实太后说的也没错，你有辈分在，只要皇位的传承不乱，咱们家就少不了富贵。若真的乱了，让几位王兄得了便宜，恐怕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心胸，容得下我们王府。妇人之见。哎，好，就当我没说。不过，你说的也没错，现在的确时机未到。契丹以鞍马为家，重置尚武。习世君待天子之进兵，一选天下精锐，置诸爪牙。今选诸部豪健，置为复兴部。
精锐，尽在皮氏军中。我王府的那些府兵，全然不是对手。那么接下来就该赵王妃了。怎么，太后犹豫了？我怕我说服不了我二姐，她这个人的性子，向来听不进去别人的话。要不，我们请皇太妃？我得再想想，得让她可以坐下来跟我聊。若是想让赵王妃心甘情愿地坐下来与你聊，除非我们还能够将琉璃兽，还有赵王，活着带来见他才行啊。或许，李胡疑系一直想要的东西，我可以给他，包括吸引留下的宫位。这三王都是些缩头乌龟，被人这么一吓唬，就全都放弃了。蜀王，他们年纪都大了，又有些功名富贵在身，再加上太后恩威并施，自然不愿意冒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太后如今让主上称韩德让为相父，又对韩德让言听计从的，已经激怒了宗室重臣。咱们可以请这位出马了。你是指耶律虎骨？他本来就是先帝的死忠，怎么会看着韩德让独揽大权呢？只要我再去劝说一番，定能让他们结怨更深。什么事？王妃，皇太妃来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依兰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她和我一样，丧夫丧子。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说说话，大姐也要管吗？都这么久了，还怨气难消吗？大姐，你来了这么多次，每次说的都是同样的话，你没说腻，我都听腻了。你就这么向着燕燕吗？燕燕如今是皇太后，儿女成群，我还帮她说什么话？我只是担心你而已。你若是一直这样放不下，难挨的还不是你自己。大姐，回你的可敦城去吧。上京的事，你就不要管了。乌古里，你走吧。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，燕燕更不是那个需要你照拂的小妹妹了。不要这么说。不管发生过什么，你们都是我的妹妹。早在咱们姐妹三人嫁给太祖系三枝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。大姐，难道你就真的放得下眼萨葛的死吗？难道你就没有后悔过吗？燕燕的心比起你，我都硬得多了。老夫任涿州刺史以来，久未再上京。这刚一回京，没想到第一个来拜访的
竟是纪王妃你呀！正因为大人久不在上京，这宗室之中缺少了一位老成持重者掌舵，才叫太后偏听偏信的韩德让。不但身居南院枢密使，还加开辅仪同三司，兼政事令，更任宫中总宿卫士。我听说，你们下去吧。我听说，他现在竟让主上称他为相父。这一个帐下奴做了我们契丹主上的相父，宗室之内竟无一人反对。相父一事可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这宫内人人都知道。太后过分了，他倚重韩德让，也由着他，怎么能让主上认韩德让为父呢？韩德让他配吗？韩德让从前便跟太后有私情，如今太后怕是被他控制住了。细想起来，这韩家父子只怕早有布局。从辅佐先帝登基到太后入宫，都是一场他们谋划多年的大阴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步步地剪除耶律家的英才，好为他们韩家铺路呢。你是说？你看，韩德让兄弟几人，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，手握重兵？而太祖系呢，除了仁皇王一脉之外，全都绝嗣了。先是太平王，然后是纪王，接着是赵王，把最有可能继位的壮年亲王一一杀死，只剩主上和太后孤儿寡母，便更好操控了。赵王妃这么一说，确实太巧了。还有，咱们大辽这些年来一直试选得官，执行得好好的，可他却偏偏要搞什么科举考试，这也考了几届了，哪一次咱们契丹郎君得了官呢？得官的不都是他选中的那些外族人？依我看，他这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呢。果真如此，韩德让便不能留。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谁啊？放开我！起来！什么？放开我！过来！小的参见摩鲁古郎君，把这些奴仆都给我带走。郎君饶命！太后颁布过诏令，说我们都可以入籍州县，不用再做公杖奴。是啊，这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做公杖奴啊！什么？入籍州县？入籍州县？那是给先帝面子，才任由你们这些小民胡闹。如今先帝去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得按我们契丹人的老规矩来。你们还当真了？都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！虎骨大人，你竟公然蔑视大辽律法，将本已入籍州县的奴仆重新又抓了回来。现如今，州县的坛章已然上奏，你如何处理？人不是我抓回来的，这些人在外面过得饥寒交迫，主动要求回到我的帐下。毕竟他们曾经是我的奴仆，我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，才收留了他们。他们可并非是主动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可是苦苦地哀求着你放过他们。他们可都是自愿的，你若不信，可以派人去审问。再说，我遵循的可都是太祖太宗以来契丹的律法。依太祖太宗以来契丹的律法，你本该回家牧马放羊，而非在这儿胡作非为。
胡作非为。我耶律虎骨是什么样的人，世宗皇帝知道，大行皇帝也知道。你，不配。岂有此理！赵王府那边传旨过去了吗？是。二姐怕是余怒未消。倘若他跟我之间起了什么争执，你拦着别叫别人看见，省得旁人说他对太后不敬。是，奴婢知道。二姐，没想到你会亲自出府迎接。太后来了，我哪敢不出迎啊？太后请吧。二姐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怪怎么样？不怪又怎么样？西允终究还是去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西允临走的时候说，他很后悔，就是因为他的野心和不甘，害了我一生，害了刘礼寿。他要是能够早点明白，又何至于此啊？是啊，人之将死才明白，有什么用？对不起，二姐，是我没有保住戏。夜夜守护家人健康，我推荐安利纽崔莱，源于中国养生文化，融汇世界营养科技，自然营养，自然健康。谁提笔亲自连念这尘缘？谁策马萧萧长吟思念？一曲红颜江山万卷，听牧歌缱绻天地人间。若夜他终老，再见人世出于模样，柔情处诉与衷肠，永远漫不觉心房。若与你相伴到白发苍苍，是夙夜的守望，是长空的曙光，是信仰爱滚烫。昨日再续远方，是信仰的倔强，是悲喜的孤芳，是回首弹指间，安乐千秋悠扬。若烟云中响，红尘在摇晃，且
息四方，自身荡起灰尘。若烟踏破重浪，再见人世出于模样，柔情处诉与衷肠，永远难拂去心房。与你相伴到白发苍苍。燕雀跃云霞，辽远知骏马。楼台烟雨落衣襟甲，月下风中花。苍穹何时华？明月照谁家？庭院清风休吹呀，借人心头话。爱似歌，情如花，梦落在我钗头花。那问天涯，月逐家，谁让红袖惹天下？麦吉利邀您观看烟云台，要家国天下，也要闪耀秀发。麦吉利控油去屑系列，平衡油脂，实力去屑。搜索麦吉利，焕活头皮年轻力。订酒店就同城，打开微信支付就能订的同城旅行，邀您收看烟云台。只想一眨眼，就看见药师奴长大的样子，10岁、20岁。娘娘自然会看到的。胡烈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你去喊乳娘，让她来把药师奴抱走。我想一个人亲一亲。娘娘，你这……去吧。薄海飞，娘娘，娘娘，太后，对不起，我是个软弱无能的女人。主上去了，我也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力量。我不忍他独自一人走在路上，我要过去陪他了。最对不起的，就是我的药师奴。我不是个好母亲，我爱他的父亲，比爱他更多。我没有爱他和抚养他的力气了。太后，你是一个有力量的母亲，药师奴交给你，
很放心。我想，主上也会放心的。对不起，我走了。我把所有的责任都交给你了。我知道，你会比我更好的抚育和爱护这个孩子。你的恩情，玉箫只好来世再报了。从大王走了以后，王妃就日日守在大王的灵柩前。皇太妃，你快劝劝他吧。是你啊！我来给西隐和琉璃兽上香。如今整个大辽都在为明乙的葬礼忙碌，也就只有你还记得来给他们俩上香。不顾里，其实燕燕也牵挂着你，只是龙绪年幼，朝中大小事务都离不开他这个太后。他忙完这段时间会来看你的。琉璃兽的事，他也没想到，劝你节哀。他没想到，她是摄政皇后，不是他的默许，谁敢伤西隐和琉璃兽？你误会了，是燕燕让我带你去劝降琉璃兽，她也叮嘱了，要留他们父子性命。这是他告诉你的？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他这个太后了。乌古里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都是亲姐妹。他也是有孩子的人，他为什么会伤害你的孩子呢？是啊，他也是有孩子的人，他有那么多孩子，每一个都安然无恙，还能继承大统。可我呢，我就只有一个琉璃兽。只有一个，这世上只有我们三姐妹相依为命了。你不要恨她，不要恨她。我和萧燕燕姐妹情断。玉，阿果，这马车里坐的是不是赵王妃啊？我没眼花吧？你没看错，我看到的也是她。大半夜的，坐这么不起眼的小车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有古怪，走，走，撤。
玉，海兰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我从宫里出来采买东西，你在这干嘛？啊，刚才我……哎，怎么不见了？什么不见了？你就别装了！你是不是故意在这拦我呢？哎，误会！刚才啊，我刚看见巫谷里王妃坐着一个小马车从这儿经过了，所以胡说八道！我姑母怎么可能大半夜在这儿？耶律血枕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不要四处托人说相了。我萧海兰是绝对不会看上你这种浪荡公子的。哎，算了，解释不清了，我证明给你看。走，去。哎，大王，去。哎，我就不跟你去了啊！你在这等我。去。大王，赵王妃求见。谁？太后的姐姐巫谷里，已故赵王的夫人。这么晚了，她来做什么？难道是替她妹妹来嘲笑我的吗？那大王是见还是不见？见，堂堂大辽亲王，还怕他个娘们不成？看来大王这段日子过得颇为不顺呢，竟需要借酒消愁。哼，本王在自己家里喝酒，太后也要管吗？我是李胡皇太叔的儿媳，是赵王的王妃，与太后何干呢？那么，王妃今晚找我，有何指教啊？指教不敢当，只是听说，大王在焦山上曾经说过几句公道话，如今却被挤兑的全无立足之地。想起先夫在世时，也曾是一样的郁郁不得志，所以我这魏王人便过来看看。那日本王在焦山上只是一时不慎，失言了。王妃若是替太后来问罪，那明日本王就上一道请罪的折子。我诚心诚意的来，大王却言辞躲闪。哼，既然大王已经服软，那巫谷里这趟就当是白来了。告辞。王妃，你真的以为我在焦山上说的那些话还有些道理？皇位上坐的可是你的亲外甥。亲外甥，他可未必把我当作是亲姨母。大王觉得我为何不支持你呢？赵王若是活着，必是宗室主王之首，众人公推的新君人选呐。所以有些人便容不得他活到那时。咱们又不是男人，非得父死子继的。太祖太宗留下的规矩，太祖系三支，可是都有资格继承大统的。如今皇太叔这一脉和太宗皇帝那一脉都绝嗣了，可你们几位皇叔都在，皇叔们的子孙也在，哪里轮得到一个懵懂幼童为帝呢？在焦山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奈何龙须有皮氏君精锐拥戴，我等比不过他呀。此一时，彼一时啊！焦山上他们突然发难，大王自然措手不及。
如今回了上京，我王府的精兵是很支持大王的。本王原以为自己孤立无援，看来这公道始终在人心呐。王妃说的对，我耶律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一个孩子来做主。既然太后那边好好的劝诫不听，那只能兵谏。5院部、6院部的兵马都在各部族手中，由你们几位年长的亲王出面，难道还奈何不得一个小孩子？话虽如此，但太后始终掌握着皮氏军的精锐，我等也是无可奈何呀。我们王府已经没有了血脉传承，如今我能有什么作为？只要你肯许给我一个承诺，我便将李胡一系的宫位拱手送上。王妃此话当真？我又不想做大王，要这宫位有何用啊？容本王再考虑考虑。去。耶律斜轸，耶律斜轸，耶律斜轸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看你就是想带着我逛大街，还拿我姑母来当借口。你看。王妃，慢走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那可是李胡留下来的宫位啊，太祖皇帝的3个儿子当中唯一没有被分拆削弱过的宫位。现在是他来求我早日兵谏，我自然不能轻易答应。当务之急，把李胡的宫位瓜分了，再论其他。他们刚刚在说什么？太远了，没听清。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怎么会呢？乌狐里姑母平时都待在家里，也很少涉及朝政，与蜀王更是毫无交情。事情紧急，韩兰姑娘，你回宫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禀报给太后，听明白了吗？我脸怎么了？你老看着我脸干嘛？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就是看你平时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认真起来还挺像个南院大王的。我本来就是南院大王，好不好？那用得着像吗？照顾家人就得给他们最好的。天凉了，给爸爸买件羊绒衫，料子超软；再给姐妹们挑件羽绒服，牌子好的才够暖。给家人的、自己穿的，我都在唯品会买，品牌特卖就是超值。上唯品会搜燕云台，逮元也能买大牌。夫人，齐王妃来访，正在大厅等你。他来做什么？赵王妃，回来了。季王妃，
我知道你为何而来，赵王妃，我也知道你为何此时出去。看来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我们本来都是相夫教子，一心求个清静，想要过好自己日子的小女人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唐李天神却让我们承受这样的丧夫丧子之痛。有人毁了我们的家，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这世道太过不公。说得好。我要是有你那样的出身，像你一样受我太祖系1/3的宫位，我可不会安分。吴国里，你们姐妹从小到大都是旁人羡慕的对象，哪怕到了如今这个境地，我都还是羡慕你。你手中所掌的兵权，足够说服诸王为你所用，把这个上京城掀个底朝天。你监视我，我何必监视你？只是事情从上京传到幽州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做。吴国里，其实我们是同一种人，以父为天，夫死从子。只是如今这个世上，再也没有值得我们牵挂的了。即便如此，你又有什么资格与我谈合作呀？你今晚跟蜀王谈得不顺利吧？与你何干？别这么急躁，这样是很难成事的。蜀王此人见利忘义，吴王呢，贪财好色，平王偏听小妾之言。你要想说服这些人为你所用，就得对症下药。吴国里，我可以帮你说服他们。如果我们两个结盟，那就多一份胜算，不是吗？好。太后宣臣觐见，可是有急事？海兰同朕说，昨夜看到二姐夜访蜀王，今日上朝，蜀王等人就趁机发难。这件事情，你怎么看？赵王妃虽心怀怨念，但是以她一己之力，兴许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。倘若串联诸王图谋皇位，那就不得不防。如果不小心防备，很难保证不会再现当年的响谷山之变。先帝虽竭力分化，但大辽的兵制在哪？如果诸王联合起各部族长，齐力发难，我们也是四面楚歌。就算勉强压制住了，对大辽也是元气大伤啊。所以，我们需分清轻重，挨个打压。臣还想请太后下诏，禁止上京内所有人等私下聚会以及夜行，断绝诸王之间的来往。如今，依然能够兴得起风浪的，不过3人：蜀王、平王，还有吴王。此3人曾经都离皇位最近，而且也都起过贪念，但此3人被囚禁多年，志气已丧，徒有野心，却没有行动力。这3人虽成事不足，却败事有余。我们需谨防此3人联手，否则后患无穷啊！依你之见呢？这3人年事已高，个个贪恋荣华，且子孙甚繁。依臣之见，只要太后与主上逐一登门，恩威并施，击垮他们的勇气，足以让他们不敢再起谋逆之心。好，那就依你之言。娘娘，主上来了。母后，臣参见主上。韩大人，龙旭，你父皇生前
将你托付给韩大人。以后他会辅佐你处理政务，教你治国方略。自此之后呢，他就是你的相父。你要像敬重自己的父皇一样敬重他，知道吗？孩儿明白。拜见相父，请相父莫怪龙须愚钝，多多教诲。臣不能受此大礼，还请主上快快请起。这是先帝的遗命。臣谢过太后，谢过主上。主上放心，日后万事都由臣来担着。参见太后，参见主上。平身。谢太后。王叔如今儿孙满堂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可惜，臣早年被穆宗拘禁，朝不保夕，生活困顿，子孙受此牵连，多不成才啊。那个时候确实人人自危，现如今都好了，谁都不想再回到那个时候。打从太宗皇帝到先皇，每一次的朝局动荡，都是一次大辽的内耗。其实这又何必呢？投生到耶律家，本就是龙孙凤子，何必为了再进一步而丢了性命？回想当年，先帝刚刚继位，坚持以仁德施政，诸王被释放，重得王位，总好过被穆宗拘禁的时候啊。其实，先帝的仁政德治，是希望大辽少一些内耗，才能凝聚更多的力量，发展国力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朕看着你这些个儿孙，个个有模有样，不如招入宫中，来陪主上读书如何？可以进宫下去。只是他们几个愚钝无能，恐怕不堪重用啊。怎么会呢？他们的血统已经注定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。多来宫中走走，多与主上熟悉熟悉，将来君臣之间也好说话。是呀，王叔祖，你就不要再拒绝母后了。是，主上。谢太后。朕还盼着你们将来好好帮衬主上呢。都平身吧。谢太后。大王，太后和主上对咱们家施了这么多的恩德，那件事我看就算了吧。我已是老朽，争来争去，还不都是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？就是为了子孙后代，咱们才不应该去争啊。这件事现在能不能成，连一半的把握都没有。就算是成了，吴王、平王他们能拱手相让这个皇位吗？就算以后真的赢了，之后又该让谁继位啊？老大虽居长，老二却心思缜密，老三呢又是最要强的。你说若是他们争起来，我们这都苦了一辈子了，临老了，你还要我看着他们自相残杀吗？哎，你别哭啊，这个事儿还没个影呢，你哭什么哭啊？这若是没影的事儿，那你这是在折腾什么呀？孩子自小就被囚禁了起来，到了先帝继位才有了舒心的日子。其实太后说的也没错，你有辈分在，只要皇位的传承不乱，咱们家就少不了富贵。若真的乱了，让几位王兄得了便宜，恐怕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心胸，容得下我们王府。妇人之见。你哎，好，就当我没说。不过，
你说的也没错，现在的确时机未到。契丹以鞍马为家，重置尚武。集市军待天子之进兵，一选天下精锐，置诸爪牙。今选诸部豪健，置为复兴部。精锐尽在皮氏军中，我王府的那些府兵全然不是对手。那么接下来就该赵王妃了。怎么，太后犹豫了？我怕我说服不了我二姐，她这个人的性子，向来听不进去别人的话。要不，我们请皇太妃？我得再想想，得让她可以坐下来跟我聊。若是想让赵王妃心甘情愿地坐下来与你聊，除非我们还能够将刘礼寿，还有赵王，活着带来见他才行啊。或许，李胡疑系一直想要的东西，我可以给他，包括吸引留下的宫位。这三王都是些缩头乌龟，被人这么一吓唬，就全都放弃了。蜀王他们年纪都大了，又有些功名富贵在身，再加上太后恩威并施，自然不愿意冒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太后如今让主上称韩德让为相父，又对韩德让言听计从的，已经激怒了宗室重臣。咱们可以请这位出马了。你是指耶律虎骨？他本来就是先帝的死忠，怎么会看着韩德让独揽大权呢？只要我再去劝说一番，定能让他们结怨更深。
什么事？王妃，皇太妃来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依兰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她和我一样，丧夫丧子。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说说话，大姐也要管吗？都这么久了，还怨气难消吗？大姐，你来了这么多次，每次说的都是同样的话，你没说腻，我都听腻了。你就这么向着燕燕吗？燕燕如今是皇太后，儿女成群，我还帮她说什么话？我只是担心你而已。你若是一直这样放不下，难挨的还不是你自己。大姐，回你的可敦城去吧。上京的事，你就不要管了。乌古里，你走吧。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，燕燕更不是那个需要你照拂的小妹妹了。不要这么说。不管发生过什么，你们都是我的妹妹。早在咱们姐妹三人嫁给太祖系三枝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。大姐，难道你就真的放得下眼萨格的死吗？难道你就没有后悔过吗？燕燕的心比起你，我都硬得多了。老夫任涿州刺史以来，久未再上京。这刚一回京，没想到第一个来拜访的竟是纪王妃你呀！正因为大人久不再上京，这宗室之中缺少了一位老成持重者掌舵，才叫太后偏听偏信的韩德让。不但身居南院枢密使，还加开辅仪同三司，兼正侍令，更任宫中总宿卫士。我听说，你们下去吧。我听说，他现在竟让主上称他为相父。这一个帐下奴做了我们契丹主上的相父，宗室之内竟无一人反对。相父一事可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这宫内人人都知道。哼，太后过分了。他倚重韩德让，也由着他，怎么能让主上认韩德让为父呢？韩德让他配吗？韩德让从前便跟太后有私情，如今太后怕是被他控制住了。细想起来，这韩家父子只怕早有布局。从辅佐先帝登基到太后入宫，都是一场他们谋划多年的大阴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步步地剪除耶律家的英才，好为他们韩家铺路呢。你是说，你看，韩德让兄弟几人，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，手握重兵？而太祖系呢，除了仁皇王一脉之外，全都绝嗣了。先是太平王，然后是纪王，接着是赵王，把最有可能继位的壮年亲王一一杀死，只剩主上和太后孤儿寡母，便更好操控了。赵王妃这么一说，确实太巧了。还有，咱们大辽这些年来一直世选得官，执行得好好的，
可他却偏偏要搞什么科举考试，这也考了几届了，哪一次咱们契丹郎君得了官呢？得官的不都是他选中的那些外族人？依我看，他这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呢。果真如此，韩德让便不能留。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谁啊？放开我！起来！放开我！过来！小的参见摩鲁古郎君。把这些奴仆都给我带走。郎君饶命！太后颁布过诏令，说我们都可以入籍州县，不用再做公丈奴。是啊，这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做公丈奴啊！什么？入籍州县？入籍州县？那是给先帝面子，才任由你们这些小民胡闹。如今先帝去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得按我们契丹人的老规矩来。你们还当真了？都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！虎骨大人，你竟公然蔑视大辽律法，将本已入籍州县的奴仆重新又抓了回来。现如今，州县的坛章已然上奏，你如何处理？人不是我抓回来的，这些人在外面过得饥寒交迫，主动要求回到我的帐下。毕竟他们曾经是我的奴仆，我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，才收留了他们。他们可并非是主动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可是苦苦地哀求着你放过他们。他们可都是自愿的，你若不信，可以派人去审问。再说，我遵循的可都是太祖太宗以来契丹的律法。依太祖太宗以来契丹的律法，你本该回家牧马放羊，而非在这儿胡作非为。胡作非为？我耶律虎骨是什么样的人，世宗皇帝知道，大行皇帝也知道。你，不配。岂有此理！赵王府那边传旨过去了吗？是。二姐怕是余怒未消。倘若他跟我之间起了什么争执，你拦着别叫别人看见，省得旁人说他对太后不敬。是，奴婢知道。二姐，没想到你会亲自出府迎接。太后来了，我哪敢不出迎啊？太后请吧。
二姐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怪怎么样？不怪又怎么样？西隐终究还是去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西隐临走的时候说，他很后悔，就是因为他的野心和不甘，害了我一生，害了刘礼寿。他要是能够早点明白，又何至于此了？是啊，人之将死才明白，有什么用？对不起，二姐，是我没有保住戏。夜夜守护家人健康，我推荐安利纽崔莱，源于中国养生文化，融汇世界营养科技，自然营养，自然健康。谁提笔亲自连绵着尘缘？谁策马萧萧长吟思念？一曲红颜江山万卷，听牧歌缱绻天地人间。若言他终老，再见人世出于模样，柔情处诉与衷肠，永远漫不觉心房。若与你相伴到白发苍苍，是夙夜的守望，是长空的曙光，是信仰爱滚烫。昨日再续远方，是信仰的倔强，是悲喜的孤芳，是回首弹指间，安乐千秋遥遥。若言云中响，红尘在摇晃，且无憾儿女情长，也无惧荆棘四方，自山荡气回肠。若言踏破冲浪，再见人世出于模样，柔情处诉与衷肠，永远漫不觉心房。